係我。如果有多張船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啊？千年中国看西安，百年中国看上海。这不仅是两个地方的名字，更是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。经常有人对上海嗤之以鼻，历史不及千年古都，建筑远不及欧洲正统。然而，这种中西混用的风格，恰恰反映了上海可以抛开所谓的历史枷锁，勇敢拥抱多元文化的精神。这百看不厌的石膏线吊顶，和这些反复贯穿上海洋房建筑的罗马立柱，再到室内中西混搭风的内装风格，上海西洋建筑里出现古典中国元素不罕见。看一丑年落款，便知这是1925年的书法，他临摹的是西周书法作品。在上海，要看这家人的身价，一定要看他们家有没有壁炉，这是民国豪宅标配。此次在这栋老建筑里，主要是配合新天地的活动展。编织技术一直是上海的立身之本，上海以棉纺业起家。在上次万历节目中也提到衣被天下的说法，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三样松、布、盐、米，其中上海人黄道婆发明的一系列织布工艺及对织布机的改良，大大加速了棉纺织业发展。之后700年，上海能一跃而起，棉纺业居功至伟，直至到90年代中后期，上海棉纺业一直是全国经济支柱。2010年，张钧甯曾出演的《天涯之女》，据说风靡两岸，而张钧甯的角色就是以黄道婆为原型。回到这栋建筑本身，最出彩的无疑是入口天井。天井是上海石库门建筑的独特结构，这栋建筑的原主人已经消失在人海，但是在旧时代，这样的地理位置和这样的装潢非富即贵。天井上方的玻璃是后期加盖，无论白天黑夜都能让光线充分透进来，并且空气保持正常流动。4层主楼混合式的老洋房是1925年建造，虽然混杂在一堆石库门重建的新天地区块内，但是它属于弄堂公馆，保留也是最完整的。老式木扶梯虽然也为后期重建，因为腐蚀严重，但也是按照原来样式复原。我知道虽然爬楼又暗又陡，但是楼梯绝对是上海老建筑中不能轻视的，它们代表了 old money 的品味和细节。老实说，来看展不如说纯来看建筑的。老房子配上这样的灯光也是绝了，恐怖片拍摄不用加特效。强烈建议要来看展，要么带个朋友，要么就不要挑晚上，不然吓死人不偿命。大晚上意境是不错，但是具体是什么也真的看不太清。走到2楼的天井处，能真正感受到这栋楼之大，寸土寸金的淮海路，100年来都是最贵地段之一，能住在这里的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户人家。前面说到木扶梯是后期复原，但是铁艺栏杆是100%1925年原装。之所以说是豪宅，还在于整栋建筑里这样的巨大公共空间。其实，在这里放置这样一个复古店铺，也并非空穴来风。现在新天地所在的板块，在民国时是远近闻名的笔墨纸砚商业街，而这栋建筑可考证的最后一代主人，正是经营宣纸毛笔的商人马伯庸的私宅。马伯庸买下此楼后，也觉得可以将这里改建成前店后宅的格局。而
而这次展览也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这些空间，让人去楼空的这栋楼增加了几分怀旧的遐想。三角钢琴上随意摆放的绒线制品，实际也是很上海的表达方式。在我印象里，我楼下的钢琴老师曾经就是一边织着绒线，一边听学生弹琴，绒线正放下，就是手心挨打的时间。我很怀念那时的上海，看来这些艺术家还是很懂上海的。相比之前的策展区，这里的作品我有点难理解。但我发现这里的很多房间单体面积异常大，超过了我目前看的很多老洋房。如果稍微了解下历史，你应该熟悉我们这里曾经有段时间房子归公的历史。这栋建筑也曾被收编，变成集体宿舍，后来再分配给各家，成为了72家房客。我很喜欢印在墙面上楼梯的侧影，有点诡异，但是那些逝去的物是人非，仿佛也在这楼梯的侧影里掠过。这栋建筑的原主人是谁，至今是个谜。前面提到的马伯庸在1940年买入前，登记的户主是一个叫布鲁克斯的，曾担任估价师和测绘师学会主席的英国人。布鲁克斯1911年加入新锐和洋行，我们之前节目介绍的理查饭店正是新锐和设计的。这里有一张马伯庸后代在建筑前的合照，这样的后代在上海其实有很多。在瑞安集团接受新天地开发项目后，这里成为了新天地的会客厅。与一般的私人会所不同的是，他接待过的客人以非高调无以形容。俄罗斯总统普京、新加坡总理吴作栋、香港特首董建华、意大利 AC 米兰队谭咏麟、成龙，这个名单可以写很长，而能够进入这里也早已成为了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这里融汇了所有与优雅、岁月、罕见、古董、高贵等特色，并坦成了一种老上海的风华。